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一伦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一伦好，大家好。好，稍后郭正亮亮哥也会加入我们的节目现场。好，观众朋友，我们持续要带大家来讨论的就是美伊哦，大家很关心，目前到底是停火还是要继续战哦？其实一轮看的也是扑朔迷离哦，因为常常川普的一句话，整个局势就反转了。好，但现在看到最新哦，是美方官员有说，美伊的协议达成了这个完成95%，说川普给德黑兰5到7天，但是白宫还是有个但书哦，仍然可能会破局。好，那我们就看到说啊，美伊协议哦，说是接近定案。川普怎么讲呢？川普心心念念还是在赫姆兹海峡哦，说和平协议哦，大致已经谈妥，那尚待美伊还有其他国家间来敲定。那这个协议的最后几个层面跟细节哦，正在讨论当中，说不久将宣布。赫姆兹海峡也将重新的开放。好，那当然路透这边就引述消息人士说，协议的框架其实分成3个阶段来实行。那第一个就是正式终战，然后还要再来是解决海峡的危机，以及启动为期30天，而且可以延长的一个谈判窗口期，来达成更全面的协议。好，那这个30天哦，针对的就是赫姆兹海峡。好，另外我们再看到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又特别讲说，伊朗有权管控赫姆兹海峡，来结束50年来不安定的状态。好，这是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哦，雷扎伊他说的。他说，伊朗管理赫姆兹海峡天经地义哦，可以终结这条水道将近50年来的不安全感的状态。好，不过海峡的管理不会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好，似乎给了一些讯号哈。好，那伊朗的革命卫队则说他们的武装力量保持最高的战备状态，也就是呢，这是他们的总司令说，伊朗的空军、海军、陆军、太空跟网路等的领域都保持着最高级别的战备跟威慑状态。如果敌方再次对伊朗采取了军事行动，就会面临区域跟跨区域规模的毁灭性回应，也就是他们其实还是不相信美国，还是担心美国可能又突然反手一把让他们打个措手不及，所以看起来他们还是有一个战备。那现在川普是有冷处理伊朗协议，那他好像很有自信，认为时间站在美国这边。我们看到他讲说，已经指示了谈判代表说不要急，而且强调时间站在美国这边。那在协议正式达成，还有认证，而且签署之前，说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还是会持续的维持。那美国的高层官员在24号则是证实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方面原则上是同意处理他们的高浓缩铀的库存，那也强调美伊双方都认同库存将会被处理，但问题就在如何处理那这些东西呢都会是很复杂的议题那我们现在也看到伊朗的总统裴泽斯基安就说我们曾经宣誓过，现在重申，我们已经准备好向全世界保证，我们无意来追求核武。好，但是他们的这个备忘录里头写的停火时间那就跟赫姆兹海峡时间有点不一样。刚才说赫姆兹海峡是30天，那他们现在的停火时间是60天。根据美国媒体引述，美伊将签署以60天为期限的谅解备忘录。那期限内海峡将免费的航行，伊朗也要清除水雷，那也要保证各位的航行自由。好，那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的港口封锁，以及实施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措施，并且允许伊朗出口石油。那伊朗的高阶官员其实也有跟 CNN 说，其实各方为了结束伊朗战争，其实做的努力可能会因为华府跟德黑兰最近协商进展而出现一些转捩点，并将为中东带来繁荣稳定的一个新时代。看起来是往好的方向去但是我觉得美伊这2个不够互信的国家，这个为中间的变数一定还是相当多。那我们要看到纳坦雅胡因为他也有跟川普来通电话，纳坦雅胡其实也是这场美伊战争一个最大的麻烦点。
我们看到纳坦雅胡说，川普总统跟他是一致认为，跟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其实都必须要消除核武威胁。好，纳坦雅胡说，这代表着就是拆除伊朗核浓缩设施并且将已经浓缩的核材料移出他们的领土。但是纳坦雅胡确实也告知川普说，还是会对黎巴嫩采取行动。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讲说，美国如果劝说无效，以色列就会维护自身在中东的行动自由，不受任何的协议束缚。那包含就是黎巴嫩真主党、伊朗跟他们的代理人的军事行动权。所以看不看就像是你谈你的，我打我的有点类似这样的样态。好，那以色列的铁穹说被攻击了，而且就是被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因为他们最近公布了影片，我们也带大家来看它显示的就是一架廉价的攻击无人机他们成功击中了以色列引以为傲的铁穹防空系统。专家就认为这是真实的画面，而且不仅是真主党宣传的胜利，其实也揭示了以色列军事能力面临的一个新挑战。那真主党有越来越多的使用像是光纤的电缆操控的 FPV 的无人机，那这种技术其实让操作员能够及时的看到了这个目标的画面，而且由于没有无线电的信号，传统的电子载方法将难以定位或是干扰他们的通讯。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东就算美伊谈成了，恐怕以色列跟黎巴嫩的战事还是会持续在打。好，我们看到一开始，也就是他们说伊朗跟这个美国的协议已经接近定案了。好，那当然这个大家在所这个念兹的就是赫姆兹海峡，川普也说要开放了。好，我们问亮哥怎么看？我觉得这次应该是真的啦，终于是要真的了。不是啦，因为他也去了中国，中国又见了普京，然后现在巴基斯坦总理又在中国，就说该走的途径都走完了啊。我觉得现在就在等那个进场，因为中国大陆刚好现在是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啊，搞不好中国大陆就把这个案送到安理会。那坦白讲，5场里面，法国、英国也希望赶快结束啊。那安理会就会成为一个平台啦。那可能就大家就看安理会的面子，各退一步啊。所以你现在看到好像有一些争议啊，这个是合理的，因为第三方还没进来。通常我们在交谈判都这样啦，2个人可以谈妥，那就是这个当然就祝福他们了。如果没有，可能就要去找第三方嘛。那我觉得这一局的第三方可能就是其他的市场啊，安理会上面这个平台。对对对，那大家到了那个地方，总要各退一步吧。比如说美国如果坚持伊朗不能够核武嘛，核射那个浓缩铀，美国坚持要交给美国，这个说不过去了。你有没有打败我？那伊朗可能就会提出折中案嘛，比如说我愿意接受国际原能机构进来对我做监督，那我降低它的浓度，降低到多少这样啊？那2017年的伊核协议是降低到3.67耶，现在已经到60%了耶，你去想一想。所以现在民主党的人都在笑川普啊，说你打了半天，得到的条件比我们还差。是啊，对不对？当年奥巴马没有打仗啊，那就美国取消制裁嘛，那伊朗就在3.67，而且还交给俄罗斯。那伊朗这次条件会比较高啦，就是他不要交出去嘛。可是后不在下，我认为不会有争议啦，因为伊朗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这样硬干啦，你变成跟全世界为敌了，中国也反对啊。如果主要就是这2点，那相对美国来讲是解除制裁，我觉得这样就单纯多了。美国可能会提出一个逐步解除经济制裁的方案，比如说做到哪里我就解除多少。上据我了解了，在卡达谈判的时候，本来已经谈好了，结果228你就打人家。本来已经谈好了。
那个案子，据我了解，它的内容是美国也没有全部解除哦，伊朗只说美国解除80%的经济制裁，他就可以接受了。可是现在都没有当时的条件了啦，谁叫你要打？还有打不赢人家。对啊，所以这就是大家一直讲说，这个伊朗说本来在谈判当中嘛，就突然又被袭击，所以他们对美国是极其的不信任，所以不太可能美伊自己谈出来了，一定要借由一个第三方介入。那大家好歹看第三方的面子啊。那我觉得最好的场合就是在理会。是好，那希望真的能谈成哦，不然这一场仗真的拖得很久。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美国要大让步，伊朗小让步，因为一定要走到折中。那折中的话，有相互让步，各让50%。我认为美国可能要大让，要不然这个僵局没办法解。你要大让还小让，那伊朗也是大让还小让，伊朗小让，美国大让。为什么呢？第一个，相互都会称胜利。美国一定讲，这伊朗战争美国赢了，赢麻了，赢了麻。伊朗也会说，他赢了，美国没有让他屈服，双方都一定要有下台阶，那才能够达成这个协议。双方都称胜利，双方都各自归队，双方对内都各有交代。但是实际情况你要来做检视，到底是美国赢还是伊朗赢？这是个比较严肃、比较要科学、要严谨的问题。第二个，我认为啊，美国要伊朗的核浓缩铀移出到境外，我认为这可能性并不高，并不高。这个浓缩铀问题如果移出去，那就让伊朗投降了嘛。伊朗就最在乎的就是它浓缩铀，连移到俄罗斯他都不愿意。你想要移到美国去，那可能性更低，微乎其微。当然，现在协议没有看到内容，因为这个大家都不愿意公告，一公告的话会破局。当然看要移出浓缩铀这440多公斤的浓缩铀，想要移到美国去，我认为困难度非常的高。第三个，我认为美国不愿意进行地面战，被伊朗看到了。地面战才能让伊朗屈服。那美国不要地面战了，那伊朗就知道了。那伊朗其实也不愿意再打，但是就时间耗下去之后，美国会吃亏，因为这是伊朗的家，他可以在家里面等。但是美国不一样，美国是远渡重洋，劳师动众，劳师远征，从美国跑到波斯湾，跑到伊朗，所以美国在这会比较累。耗下去的话，时间的成本、时间的利得是属于伊朗，美国付出的时间成本高，伊朗所付出的时间成本低。那伊朗愿意耗下去啊，但是美国等不及，所以赶快要达成协议，要不然美国在这方面的航空母舰打击群也好，还有他所增派的这些空军的战机等等，都会造成美国在军事上的负担付出，所以美国可能要比伊朗来的让步来的大。那我们先来看这一个铁穹系统竟然被伊朗的无人机给攻击、给摧毁，是那一套对给真主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个只要是光纤的抗干扰，你电子干扰，它只要是光纤操纵，它后面拖了一条非常细，好像就是钓鱼那个线啊，那么细，那是光纤，那是光纤贴到，你怎么干扰它？就是这个珍珠党在后面操纵就可以了，后面拖一条细细的尾巴，你也看不到。那你怎么干扰它，它都不会掉到地上，还继续操纵可以，那直接找到目标。因为这个直接的摄影的镜头直接即时传到真主党的这个操纵手的手上，你看到这个目标是真的萨德系统还是这个铁穹系统？铁穹系统直接撞上去了。所以硬杀跟软杀，以色列在硬杀这一方面可能疏忽，因为这个无人机太小、太近、太小，没办法发现目标。那想要去软杀，那干扰光纤很难干扰，所以这个铁穹系统还没有发挥、还没有发射，就被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给摧毁了。对，所以你可以发现，在这一次，不管是伊朗还是黎巴嫩，他们使用无人机的频率越来越高，那这就符合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一个最高的这个状态嘛。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展现了。崇涵教授怎么看？那个上礼拜周末，川普突然从纽泽西跑回去啊，他本来要去那个纽泽西的 Bedminster 高尔夫球俱乐部过周末，他忙了好几天了嘛。又是去中国，又是忙了很多事情，本来去打高尔夫，伊朗那边传来有动静，赶快回去，赶快处理哦。那当然谈判似乎有一点端倪，那当然他要想说是不是要继续回复，然后不然是地面是不是要开始集结？
所以为什么五角大厦的披萨指数上升，大家一起加班？其实这一次美国最重要的还是要我们刚才提到的3个，包括荷姆斯海峡那浓缩铀的问题。刚才前面2位提到浓缩铀这个非常重要，美国要伊朗最主要什么？特朗普要他停止高浓缩铀，不只是这个你一开始有440公斤60%的浓度，你大概往上提到97%、98%是可以到武器级的，那个跳跃是很快的。你到了60%到97%、98%，那速度很快。对，说只要大概7天，其实就可以它已经有离心技术成熟了，它有足够的设备，它可以提升很快。这一次川普说你要再退回到伊核协定3.67，好，那就是民用核能。民用核能要问以色列同不同意啊？以色列早就说我不要连你民用核能都不可以。纳坦雅胡一直说，不仅仅是要让它降低到3.67。你要让它完全不能有民用核能的这个技术，这是纳坦雅胡一直讲的。所以川普我觉得第一个他要安抚纳坦雅胡之外，他要给伊朗足够的让步。刚才将军也讲，让步要够多，才有可能谈成啊。好，那你从440公斤的超过60%浓缩铀到3.67，第一个他要伊朗证明你不会再提高浓缩，你不会再往97、98跑。第二个，你要开放让 IAEA 的人进去调查，第一个你有多少。好，还有多少在那边放在哪里？你的设备放在哪里？因为这是现在美国最想要知道的。你的离心机放在哪里？你的浓缩铀藏在哪里？那我们要你移出去，当然很难你要把一堆浓缩铀移到哪去往那边去放？对，虽然很难，但是他们要伊朗一个承诺。我想现在谈判最主要就是卡在浓缩铀技术。那伊朗方面要什么？伊朗说你要我停战可以，开放核武是可以。我的浓缩铀如果我都给你了，你不解除制裁，你怎么答应？你怎么样答应我？所以双方就卡在这个一个所谓递橄榄枝，一个也要递橄榄枝，要互相承诺的时候，所以我蛮支持亮哥的说法，要第三方做公证人。我交出了浓缩铀，川普你要守信哦，你就停火，然后我们要真正订立一个有效的停火协议。问题是这个佩泽西强其实他是伊朗总理，他是比较属于温和派的，你要看 IRGC 在想什么？他们底下一堆在反对说：“你把我们的神主牌都拿走了，我们要玩屁啊！”不可能。我觉得伊朗现在目前里面还是有一些杂音，对，在杂音，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蛮麻烦，也蛮吊诡的。革命卫队反对交出去，对，所以这个时候说要留在我们这里。对，这个时候最后了，还有看的就是纳坦雅胡。纳坦雅胡不只是要把这个伊核的问题解决他要你整个政权都改掉。他除了暗杀，他现在暗杀成功了，他要你伊朗彻底的变成一个民主化国家，这个我要画个大问号啦。那毕竟是那个是纳坦雅胡那时候跑到白宫2月6号做简报的时候，他讲了，他们政权更迭，我不只是要暗杀，我不只要去除伊核协定，我要他们整个政权换掉。好，刚才因为崇涵教授讲到 IEA 要进驻嘛，要知道它的离心机在哪里啊，等等之类。一轮有一个邪恶想法，会不会知道之后，美国又不守信，突然又打了？那因为他已经知道位置，那还是在很深的地方啊。对啊，那当然因为你还是打不到。是齁。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才讲到了美伊那现在就说了像是3大国啊，中、俄、美这3个国，如果谈好的话其实这个美伊之间的僵局应该是有解了。更何况现在还有一个国家也正在中国大陆，就是巴基斯坦。好，我们看到有2个国家现在都在同一天抵达到了北京。好，一个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还有呢就是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斯。好，他们都在24号抵达了中国大陆。好，那塞尔维亚这边是5天的国事访问那巴基斯坦这边也是对中国来进行政治访问。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相关的画面也曝光一样高规格的接待。好，我们就来看到塞尔维亚的总统他去了哪呢？去了长城。好，他欣赏了家乡的民俗5大赞中国精神。他到了万里长城对万里长城的这个建筑奇迹表达了敬意，所以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在广阔古迹下欣赏塞尔维亚青年带来的传统民俗歌舞。对此感到自豪，也高度的赞赏中国人民展现出的坚毅跟奉献精神。好，一轮也去过万里长城，确实非常的震撼好，那当然吴契奇呢也更在八达岭长城购买了纪念品对熊猫的主题蛮有兴趣的。他还发文称要为他的3个小朋友买一些小礼品。
好，一样也有相关画面带大家看一下。好，那塞尔维亚的总统到达北京呢，那预料会签10亿欧元的投资协议。那这是有到华期间签署了30多份的合作文件。那说这些有助于推动塞尔维亚的现代化跟工业化的进程，那包含今后晶片跟机器人的生产。好，武器局也证实说啊，这塞尔维亚的空军还有已经将这个苏制米格29的战机改装，那要搭载的就是中国制的 CM400空对地的导弹，可能会向中方来商讨引进中国的战机，例如歼10，那逐步取代米格29。好，如果成事的话，会是欧洲首次有国家部署中国制的战机。好，大家有发现吗？整个局势态势跟过往已经不一样了哈。好，那赛国你引进中国大陆的战机这会踩到欧盟的红线。因为彭博社报道说啊，双方的合作不仅引进了大量的陆资，也可能在军事领域上深化合作。那这个举动就引发了欧盟内部的担忧声浪，那甚至还被形容是逼近欧盟设下的红线。好，那刚刚我们谈到的都是塞尔维亚，我们接下来就谈这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蛮重要，主要也是因为他在美伊之间担任一个斡旋的角色。他的总理说啊，巴国经济会取得成功，成为小中国。他们的总理夏利夫说，希望跟中国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那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再上台阶。那通过这种美好的伙伴关系在经济上面会取得成功，成为地区的小中国。好，那他在访华期间其实呢也有跟这个企业之间签署了12.2亿美元的合作协议。那这是经由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说夏利夫跟浙江省省长共同见证了签约仪式，那也会见了多家中国企业的代表，吸引了两国超过500家的企业与会。那两国的企业共签署了是价值12.2亿美元的合作协议，所以可以看到巴基斯坦还有塞尔维亚他们到中国大陆去也都蛮丰收的齁。好，那现在看到就是美军的部署印太因为说不畏100艘的共建部署第一岛链，现在美军华盛顿号航舰是照常展开了印太巡弋，这是中国近期在第一岛链周边部署超过100艘的舰艇。那美国海军唯一常驻海外的航空母舰华盛顿号仍然在24号从日本的横须贺港基地出航，展开新一轮印太巡弋跟训练的任务。那这显示的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航舰运作没有受到影响。好，那当然，美军现在大家关心的是他们的弹药库见底你看他们已经通知了日本说要延期也就传出了说啊，战斧飞弹交付日本有重大的延迟，一口气还拖延2年金融时报就说啊，赫格塞斯向日本的防卫大臣这个小泉进次郎示警，说原本要交付400枚的战斧巡弋飞弹会延后，最长可能要拖2年的时间。好，那当然现在也压低成本，我们看到了美国陆军寻求单价100万美元以下的防空拦截弹。然后就说还有在向承包商询问比较低成本的爱国者。好，那目标是将单枚的飞弹价格压低到100万美元以下。那仅约现役的 PAC-3 MS-1的这个拦截弹价格的1/5。那现在美军希望新型的拦截弹能够用于拦截无人机、巡弋飞弹跟短程的弹道飞弹。那同时改善库存跟供应链的压力，那要提升面对高消耗战时的持续作战能力。好，你就可以发现这场美伊战是真的改变了很多，连美军的思维也在改变因为发现过去的做法行不通。好，我们看到了巴塞两国到了中国大陆去他们的这个讯息跟意味是什么？问亮哥。塞尔维亚本来就跟中国共犯难了。那个北约炸南斯拉夫的时候，塞尔维亚被炸了78天呢。那中国驻南使馆也被炸嘛，所以是有共患难的情感那塞尔维亚就因为这样发誓永远不加入北约跟欧盟。那个时候真的被炸着玩的，他根本什么防空导弹都没有，等于是制空权全部被控制。北约在他家就炸了78天，连续炸了78天。所以你想一想嘛，上次中国大陆不是透过土耳其吗？
然后好几架军用的运不知道几号飞机了，运20，直接把那个红旗导弹运到塞尔维亚。哇，两国关系非常好哎。所以防空导弹那一次才是更大的新闻啊。就是他把防空导弹运到塞尔维亚，这意味着什么？那个武契奇我记得他还去接疫苗啊，然后当场在机场哭啊，因为没有人要救他们了。是那个新冠疫情的时候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展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中国大陆在塞尔维亚到匈牙利盖那个高铁嘛，塞匈铁路，塞尔维亚一定很有感觉啦。为什么？因为匈牙利啊，中国大陆有大量的电动车的零组件在匈牙利投资，所以塞尔维亚也希望你来我这里投资啊，因为匈牙利大概有一条路了，有人说长达100公里了，两边通通都是汽车零组件厂，都是中国大陆的啊。不过匈牙利至少它是欧盟也是北约了啊。不过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了。那个最近塞尔维亚有个铁路通车嘛，那反正变成奇观呐、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塞尔维亚会有这种铁路了。好像速度高达300多公里啊。那巴基斯坦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嘛，中巴经济走廊一路下来的投资的累积了啊。那我简单讲一下啊，日本这个战斧飞弹被延是延2年，战斧飞弹买的人不多，我们台湾的爱国者飞弹排队的有18个国家，买的比较多，可能要排6年了。日本现在被耽搁了武器78亿美元，我们台湾被耽搁了武器200亿美元，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实际状况。对啊，这就是卓院长说的嘛，国际现实哦。好，我们问将军怎么看？这个塞尔维亚它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它在巴尔干半岛，它是个内陆国家。这个塞尔维亚它是没有海军，那你只有陆军跟空军，那你有更多的钱来整顿、来建设它的空军，是这样。但是它情况比较特殊，它也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员国，那它买这些武器装备还有一个条件，它的国民所得并不高，才1万美元。那你这个才1万美元，你买这些武器装备，像美国买，美国都是很贵的，不管飞机、防空飞弹系统都很贵。那向哪边买？那向中国大陆买是比较便宜、经济实惠又大宗。然后它既然不是北大西洋公约，它把它这个差异性拉出来。那像中国大陆买我们讲的歼10，或者是还有防空飞弹系统红旗9B， 大概是这样，然后来强化这个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原来上他们国家不列我们要假想敌国，他不是我的假想敌国是我针对他，不是，我就要保持我的中立就好，过他自己的这个生活就行了。他原则上他是不以他周边的国家为敌的，他这个从南斯拉夫出来，他只要保护他自己的地盘就可以。那现在我认为美国在这一方面，美国这个武器装备啊双消耗太多，因为乌克兰战争消耗的是美国的武器，也包括这个伊朗战争也大量消耗美国的武器。那不要忘了，包括以色列这些武器很多是向美国买的，所以它双消耗太多了。所以美国这个武器装备想要恢复到一定的水准，我认为没那么容易。变成美国生产的快，但是消耗快。那中国大陆现在军工生产的速度快了，但是它没消耗，就更多的去可以卖其他国家，巴基斯坦啊，甚至将来的沙烏地阿拉伯啊、塞尔维亚，可以外销啊，外销又便宜，又可以充分的供应，是目前这个状况。所以就是在消耗量的问题，现在中国大陆因为它的消耗低，反而它的市场竞争就会有比较好的状况。那现在我们讲到的这个爱国者3贵，1枚300万到4万美金，你就会去打那个无人机，太贵，所以你要取代一个去专门打低价目标或者是这些无人机的，那就不要用这个爱国者飞弹，不然变成了不对称作战，美国吃亏，是因为大量消耗大炮打小鸟， 100万还是很贵啊，还是很贵。但是至少比300-400万可能便宜一些哈。好，崇汉教授怎么看？这个塞尔维亚跟中国关系真的很好。刚才亮哥讲了，他那个时候2022年4月的时候，叫那个
18架的运20，运了那个红旗22防空飞弹系统运过去，然后吴契奇还跑去跟奥班讲，匈牙利的那个总理说，你看看我有这个中国给我的好武器哦，跟那个奥班讲一下，秀一下这样，炫耀一下，对，然后中国大陆网民说，哇，这是我们的武器最好的销售员了。但是其实塞尔维亚跟中国的关系不仅是这样子哈，其实2023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科索沃的问题那时候非常严重。科索沃北边有4个城市，它主要是塞族为主的，因为科索沃独立嘛，那塞尔维亚人很感冒，但是它主要这4个城市是塞族为主，那是要举办那个他们的城市的那个地方选举投票，那塞族人就集体反对，结果当选的全部是这个阿尔巴尼亚人啊，但投票率在3.5%，然后这件事情就造成很多沸沸扬扬，然后甚至有一些地方还有抗议。抗议的时候，这个武契奇就跟中国说：“我们这有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武器啊，更多的资源这样子。”那到了2024年哈，习近平有访问塞尔维亚，他不仅是这一次武契奇在中国，2024年习有访问塞尔维亚，并且在那个时候与武契奇宣布成立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好，那我们常说中国大陆跟很多国家都签命运共同体，可是别忘了，塞尔维亚是中欧第一个跟中国大陆建立这个命运共同体。所以你要知道，武契奇跟习的关系是非常好，塞尔维亚跟中国关系在整个地区是相当好的哈。那当然也有一层关系是塞尔维亚跟这个俄罗斯关系也非常好。我们知道他们是表兄弟啊，一个南斯拉夫人，一个东斯拉夫人，对不对？所以当普丁之前有去访问塞尔维亚的时候，武契奇是夹道欢迎，10万人在多瑙河畔欢迎普丁。所以中国、俄罗斯跟塞尔维亚这3边的关系，接下来会是一个，我觉得塞尔维亚是一个杠杆啦，会变成是3边一个非常大的，不管是在军事啦，或者在商业，甚至我们讲“一带一路”上面最大的一个有趣的看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大家也很关心啊，说我们太空领域啊，那到底现在有什么发展呢？目前我们看到了天宫绽放了紫金花，神舟23号成组创多个首次。好，这是在中国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相关画面曝光那他们更是首次在空间站展开了这个钙钛矿电池动态服役实验，观测他们在这个太空极端环境之下转换效率衰减的数据这研究被视为是对未来月球基地能源系统储备关键技术的重要一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神舟23乘组已经抵达了天宫他们拍摄一个全家福向大家来报平安，也就是旁边的这个画面。他们顺利进驻天宫之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呢乘组就打开了家门。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随后就拍摄了这张全家福。那美国智库最近也主张说华府应该要提前的准备，让美军登月驻军，以防中国抢先掌控了月球跟外太空的资源。好，这份报告不仅挑战美国近70年来将民用太空计划跟军事太空活动分离的政策，那也直接冲击了是外太空条约禁止天体军事占领的国际原则，引发外界对太空军备竞赛升温的忧虑。好，过去是美国跟俄罗斯当时的苏联冷战期间的太空竞赛，大家还历历在目。好，现在看起来太空竞赛或许又要再开打了。好，那中国大陆现在也抢占市场。我们看到马斯克他随着川普访陆之后，希望解除太阳能板跟这个制造设备出口的限制。纽时报道，最近几周，中国大陆其实阻止了中国大陆的供应商苏州迈维科技向这个特斯拉出口高端的太阳能制造设备。好，马斯克访陆也是希望能够解封这些太阳能板。好，那当然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他此行有取得成功。那比亚迪跟奇瑞也抢进了闲置的产线。好，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时代变了，指出中国正在接管欧洲衰败的工厂，
比亚迪、吉利还有奇瑞、领跑等车企都借由在地生产来规避欧盟贸易的壁垒，那让欧洲的汽车制造所有权悄悄转移到中国。那美印现在也在强化这个国防安全跟科技的联盟，像是卢比欧，他跟印度的国安顾问多瓦尔跟外长苏杰生，那美印就聚焦在深化国防安全还有战略科技领域的合作，包含这个 Trust 倡议。那这一次访问旨在强化美印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而且要处理的是区域跟全球关键的议题。那我们再看到川普其实呢有向中国示好。这个印度蛮担忧的因为鉴于川普难以预测，所以蛮多的印度官员说印度应该继续坚持着长期信奉的战略自主政策，那跟其他的世界大国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川普对印度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已经产生了一个显著效果，所以印度官员正试图要缓和跟中国的紧张关系。好，那当然现在整个国际局势很纷扰，其实印度的国内也相当的复杂。大家知道有个叫蟑螂党的吗？讲到蟑螂，看到很多观众可能会很怕但是现在印度的蟑螂人民党爆红。好，那这是印度首席大法官康特形容部分失业的年轻人说他们是寄生虫或是蟑螂之后，其实蛮多印度年轻人不满所以他们在网络上出现了蟑螂人民党的热潮，那就讽刺执政党的印度人民党。好，就表达的是Z世代不满就业危机，对国家政治体制感到幻灭，所以用蟑螂人民党来表达反讽就对了。而且他真的很厉害。5天吸粉2200万，虽然印度人很多啦，但是你可以看到确实很有号召力。印度的蟑螂党社群还遭到封锁，那创办人就说你是不是害怕蟑螂？这个蟑螂人民党的 IG 粉丝账号我们也截给大家看他还用这样子的形象，就一个蟑螂人已经超越了印度人民党的粉丝那接近是2000万人，那引发当局的警戒。印度快报还引述了匿名官员报道说，政府在认为蟑螂人民党的 X 账号可能会威胁国安之后，还封锁了他们。所以创办人对此痛批当局说：“你是不是害怕蟑螂？”那也强调蟑螂永远不会死。确实蟑螂是活化石，很难死因为它可能会延续非常多。那当然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新世代对印度国内的政治其实是非常不满的。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关心到这个神舟23号。那当然，美国智库对于这个太空竞赛看起来也蓄势待发。我们一样先问亮哥。因为这个23号跟那个空间站对接嘛，那其中有一个人要在上面留1年呢，就在上面待1年那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大概就是他会在上面做很多实验这个他这个23号可以带100公斤的物资上去那因为中国大陆是2030年要载人登陆月球，那美国 NASA 是2028年要载人登陆月球，所以当然有竞争关系看谁先嘛？不，美国 NASA 是2028那最近不是一下就飞到那个月球的最远距离去了嘛？可是那个还是不等于登陆了这个美国登陆太久了。那个研究团队早就解散了，当年有很多技术都不可考这个其实也引起很多的讨论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才突然发现登陆还是有必要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月球有很多稀有的矿物地球产量很少，那对于核聚变非常重要所以美国当然非常担心中国大陆如果登陆这个月球之后，那又可以取得月球的矿物了，那回到地球之后，中国大陆可能会在很多领域会大幅超前美国，是尤其是能源相关的产业所以就开始胡思乱想了。美国智库就是这样了。智库做这种研究，坦白讲是莫名其妙，你是违反国际法
违反国际法在做这种外太空准备打仗的报告哦。对，所以那当然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哦。那当然现在也看到了，包含的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中国大陆现在抢占市场。我们接下来问崇涵教授怎么看？这个 Elon Musk 想去买这个太阳能设备哦，最主要他们可能那个特斯拉想在德州盖一个很大的太阳能的设备厂。好，那当然他不只是买太阳能装备，那个电池要用要买，问题是谁会做那太阳能电池跟怎么样去做太阳能设备的这个整套系统？最强的是这个中国的迈维，迈维它强的不是做太阳能板，它是做那个负责生产太阳能电池，我们讲异直节SJT 的这个电池的制造商，它会把这个整个产线都做得很好，来生产很好的太阳能电池。这个技术现在迈维是最强的，然后它也是遥遥领先，中国在这方面遥遥领先，最主要它的技术好，成本又低，所以 Elon Musk 他们因为现在那个要 AI 算力很强，算力强就要电力，那大家都要抢电，那这种太阳能光电也非常需要。那你知道德州那边太阳大嘛，沙漠大，太阳大，他们需要太阳能，所以呢，他们就看上迈维，迈维有这方面非常强的这个基础。好，那我想这个就是 Elon Musk 他聪明的地方，知道中国的这个方面生产线还有这个产业链都在那里，绝对不能忽视。所以这一次跟着川普去嘛。对，我觉得他是也要听说要投资29亿美金来买这些东西哦，很大一笔钱啊。那当然，中国大陆除了在太阳能这个的技术之外，我们讲它在电池的技术跟电动车的技术，在欧洲非常强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英国这个报道的这个时代变了，中国正接管欧洲衰败工厂，比亚迪、吉利啊、奇瑞等车子强占这个整个欧洲市场。最近我看到一个 video 很有趣，他找了那个007第六代的那个丹尼尔·克雷格，对不对？然后他替这个腾势 Z 啊，腾势 Z 其实是那个比亚迪跟宾士合作的一个厂牌，但是2024年宾士呢退出了，那所以腾势就顺势的在这个欧洲推出他们就高档类似跑车的那种电动车，那还真的很漂亮。然后他们找了谁？就找了这个皮尔斯布隆的时代下一代的，我们讲这个 Daniel Craig 当做什么？当做 model。那个广告就是这样，他说他带他的狗，然后开着那台非常漂亮的跑车，在英国的那个伦敦的这个夜晚里面奔驰。然后呢就说哇，时代变了，我们要怎么掌握这个时代啊？然后那台车就非常漂亮，很流线型，它有一点像 Porsche 911那种感觉，他们想要对接这种感觉，然后趁势在这个欧陆抢占这个高阶的所谓的电动车市场。对。那坦白讲，这个东西会造成欧陆的，我们讲不管是 BMW 或者是Benz， 甚至 Porsche 电动车非常强大的压力。好，那这个腾势 Z 他们这个新的品牌，其实在2025年就在上海问世了啊。那大家就看到哇，这个车子很漂亮。2026年他们找了这个 Daniel Craig 来做这个 model， 我觉得是蛮有看头的啦。那再讲这个印度川普向中国示好，引发印度担忧，我觉得。的确啦，那个川习会这一次，我们讲不管是在这个牛肉、大豆或者是波音上面有一些共识然后生意订单看起来会，如果投资审议委员会跟外贸审议委员会都陆续推行，然后没有什么外力的因素生意如期往前推的时候，我觉得美中的贸易会蛮不错的。那这一点我觉得印度就有点吃味了。坦白讲，他们以前是敌人，敌人是朋友啊，对不对？那印度就看着以前拜登跟中国关系不好的时候，印度想在中间扮演一个我们讲不管是这种枢纽的角色也好啊，或是一个左右摇摆的角色。你现在美中关系好了，我可能会被晾一边哦。所以我觉得赶快去修补关系。对这个，我觉得莫迪他很聪明了。我觉得他看到川普这种跟过去这个，虽然他没有以前在石油上有一些这个不高兴不快乐，对不对？就是川普一直说莫迪你敢买石油，你试试看。但是我觉得这个莫迪也不是省油的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讲印度这种所谓不选边站也好，不结盟政策也好，或者我们讲战略自主也好，这都是印度一直以来的他们的一个政策，不管是在安全上面或是经济上面，他们想在这种大国强权之间不选边，维持一个较为中立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立国的精神那莫迪我觉得他是非常聪明，是他这一次。想在这个川普跟这个中国之间，想要再占一点好处
好，那可能我觉得接下来可能跟川普关系要好好修正才行。是，所以这个大国之间的政治哦，其实不是我们外人能够看得懂的哦。有时候就是选边站啊，那这样一来一回哦，都会牵动整个局势的发展。好，我们接下来问将军怎么看目前的态势？那我认为这个登陆月球竞赛哦，我认为还有值得观察，因为美国是定在2028年，中国大陆是定在2030年。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登月计划它有3高的特性，第一个一定是高资本，登陆月球啊，你从开始到整个完成再回来，整个大概要花300亿美金，就这样，不是那么简单的到月球上去挖个土，然后人上去，然后摆一些仪器设备，300亿美金就没有了。第二个，它是高风险，你不见得能够成功。我们知道阿波罗13号失败，阿波罗13号要去登月，后来它里面的这些火箭出了一些问题，不得不回来。如果回来的话，登陆月球回不来了，那怎么办？那太空人就没办法了。所以这个是有高风险。美国的太空梭，我们哥伦比亚号跟挑战者号还发射还失败了，回来也失败了，结果全部都没有，都殉职了。是，所以说风险是很高的。然后另外一个，这是高科技。那高科技50年前登月跟现在又不一样，现在进步非常的多了。那现在非常多。但这个高科技的状况之下，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负担起来，所以现在只剩下美国跟中国大陆在比赛。这比赛，美国是定在2028，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习惯抢短线，不需要长线，自己努力结果别人剪彩啊，都希望自己努力在自己任内，不然自己好好努力。但是最多就8年。对，那自己好好努力，努力之后结果万一这个政党轮替民主党，那变成民主党在那边剪彩了，所以是不是愿不愿意？所以都会考虑，大家就会拖。都跑短线，那中国大陆它有一贯性，那一贯性的话，都按部就班来做，反而是稳扎稳打。而且它现在有2个条件成熟，第一个，它的天宫太空站已经运行5年了，都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成熟了，派那么多的太空人来回，太空人也就适应整个太空的环境。第二个，那它这个天宫太空站呢，是发射的都是神舟系列，神舟系列再来再去，将来要是发射到月球的也是神舟火箭。那换句话说，天宫太空站运作成熟，神舟火箭也成熟，换句话说要去到月球上去做登月计划，那也就是变成顺理成章。因为这个天宫太空站它总共运作起来，在地球轨道378公里的轨道在上面运作，它让太空人适应到太空的环境，那到月球上就不是问题了。那最重要就是说，从地球发射这些神舟进入第一宇宙速度往月球去迈进的时候，你第一宇宙速度要接近，要让月球的引力抓得住。月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1/6，你要减速，你不减速的话，月球抓不住你，你就冲出了，你还不能冲出这个减速之后要变轨，变轨之后要登陆啊。这个一系列中国大陆从来没有做过，因为它那个是无人上月球背面去挖月壤，挖了1900公克。那是到后面是没有人不怕失败，失败就是没有人嘛，这只是做实验嘛。但有人就不一样，有人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你失败那人怎么办？是这个样。所以这个风险的评估，这个高风险，双方我认为都在做评估。虽然是现在的科技比以前50年前要进步得多，但是不是代表科技进步就没有风险。对，这个风险尤其在太空竞赛上面啦，对，因为太空的位置太多了。所以这个不是科技进步就可以取胜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他们是拖到2028有这个计划，希望能够在那个时间到达。那当然中国大陆是2030年呐，所以他们还是有一点点差距。